大家好，我是威廉姆，各位新年快乐！在新年伊始我向大家再次问好。临近过年，人们团聚在家里，感受亲情的温暖，庆祝新年的到来盼望来年有个好的计划和收获。看过我之前的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迪拜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迪拜真的是比欧洲要暖和多了。我们一直提倡，你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本护照和一个身份，而是一个属于你的安全、可以掌控并且有未来的人生。相信屏幕前的各位也想跟我一样，跨年的时候去迪拜或者去伦敦，然后呢再去瑞士滑个雪，或者去法国喂个鸽子再喝个下午茶，这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画面所以如果你想过这样的生活，你可以联系我我帮你出谋划策。好了，言归正传，这期节目我向大家介绍伊斯坦布尔欧洲区最值得关注的房产项目之一——喜来登酒店公寓。当我们投资房地产项目的时候，你最关心什么？房产的地段怎么样？交通是否便利？物业管理怎么样？后期维护的成本如何？租金回报率高不高？房产的品牌影响力怎么样？物业服务的管理和品质如何？这期节目我将和你一一揭晓答案。如果你对此感兴趣，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直接跟我取得联系。同时欢迎你点赞、转发我的视频，订阅我的频道，不错过任何一期更新。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土耳其的移民政策。任何投资不低于25万美元的房产，都可以在3个月内全家入籍土耳其，获得土耳其护照。土耳其是欧亚交会的大国， G20 成员，北约成员国，也是仅有的欧盟关税同盟国家里的非欧盟国家。其他欧盟关税同盟的国家都是欧盟国家。这个话听着有点绕口。简单来说，就是关税同盟意味着土耳其的产品和欧盟之间没有任何界限，和欧盟有着同样的标准和品质，真正达到的是物美价廉。但是这期节目我不会展开说这点这个内容呢，我会放到今后的节目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角，就是喜来登酒店公寓项目。喜来登酒店是世界最大的酒店集团万豪旗下的连锁品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豪华酒店品牌之一。1937年，喜来登创始人欧内斯特·亨德森和罗伯特·摩尔收购了他们在马赛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第一家酒店。在随后的2年之内又将酒店扩展到了缅因州和佛罗里达州。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喜来登酒店集团成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第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喜来登酒店集团可谓是世界上最久负盛名的豪华酒店品牌。伊斯坦布尔喜来登酒店公寓正是喜来登集团在土耳其的又一个旗舰项目。它坐落于伊斯坦布尔欧洲区的埃森优特区，酒店的选址正是看重该区域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未来的升值空间。地产的投资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甲方，是土耳其的 Gary 集团。它在全球拥有4000多个成品的地产项目和30多年的运营经验，同时也有着丰富的开发和运营酒店、度假村、旅游设施、住宅小区、工厂和购物中心等大型项目的经验。这里我为什么要重点介绍一下酒店的投资方和管理方？屏幕前的各位有经验的投资者一定知道，一个5星级酒店的项目确定需要非常全面的考察和周全的考虑。投资方和管理方会从区域的选址、周边的商圈、地区的经济，甚至人口密度和消费水平等等多个维度进行评估和审视。喜来登酒店作为这个区域重要的地标性建筑，自然会非常注重品质。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区位优势。喜来登酒店公寓位于伊斯坦布尔欧亚两区的重要快速公路欧3旁边，距离市中心开车40分钟左右，距离新机场开车30分钟，距离老机场不到20分钟。
喜来登酒店公寓紧邻 Akbati 购物中心，该购物中心曾经被评为全球最佳购物中心开发项目奖。这个原有的购物中心也为它的周边地区增加了附加价值。购物中心还包括了节庆公园，可以容纳5000人，举办露天的剧场和音乐会。喜来登酒店公寓的另一个邻居是 Koza 网球中心，它是整个欧洲最大的网球馆和训练中心。另一个位于法国 Koza 网球中心可以举办 WTA 和 ATP 等世界级的比赛项目。喜欢网球的朋友一定知道这2个知名的赛事。网球中心拥有64个独立的网球场和训练场。喜来登酒店公寓周边还有 TED 学院，包含从小学到中学的全阶段课程。周边还有4所配套的医院，提供方便的就医环境。喜来登酒店的底层将设计为高级的商业综合体，汇聚餐饮、购物，由 Gary 集团的统一管理。出售的部分是 Home Office 和喜来登的酒店公寓。Home Office 相当于国内的5A 级的写字楼的标准，兼顾居住和办公的功能，会配套办公和居住的装潢，做到拎包入住。有1+1和2+1的房型，面积从110平米起。喜来登酒店公寓为2+1的房型，面积从140平米起跳，带有高级的厨房、餐厅、客厅和2个卧室，还配备了5星级酒店级别的装修。每一间酒店公寓还在地下室配套一间单独的储藏间和车位。这里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其实在国外的豪华公寓一般都会在地下室配有1对1的储藏间和车位，这个大大方便了业主。这里的车位和每一间公寓是直接挂钩的，并不会单独出售。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喜来登酒店的投资回报率。既然我们是投资一个房产项目，衡量一个房产项目的好坏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房产的租售比，租售比越高，这个房产就越值得投资。在中国，好的房产投资的租售比顶天了，也就在2到3之间。如果在北上广这些超1线城市，租售比甚至低得吓人。如果用租售比来判断一个房产是否值得投资，那么北上广的房产无疑是非常差的。但之所以大家还一直不断的购买北上广的房产，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以前他们的价格涨了非常的多，所以根据过往的经验，我们预计他们在未来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大流行的新冠疫情已经爆发了第3年了，在这3年当中，国内国外的经济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屏幕前的各位可以摸着自己的心来想一想，这样的房产上涨的趋势还能持续多久？未来还会继续上涨吗？如果涨不动了，谁来接盘？如果万一下跌了，发生踩踏效应，该怎么办呢？由于某种原因我就不展开讲这个话题了，我把这个问题留给荧幕前的各位，大家可以继续思考。在世界范围如果一个房产它的投资的回报率也就是租售比能够达到 5%， 那么仅从房产投资的角度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了。喜来登酒店公寓项目在各位购买了房产之后，每年还可以收到物业方，也就是酒店管理方7%的租金回报率，这已经远远高于国内的房产的收益率了，也同时高于 5%。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强烈推荐这个项目的原因之一。从房产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喜来登酒店它是一个豪华的酒店项目，它的价格呢并不算低。但是我们作为海外的投资者，我并不推荐不熟悉市场的朋友一味的追求低价的项目，因为低价的项目的背后的品质往往没有办法保证，后期如果遇到问题就会很麻烦。今年已经是2022年了，我真心的希望和鼓励各位改变心态，尽量的走出去。如果你有条件进行海外投资，我们很乐意帮助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坐拥一个喜来登5星级酒店公寓，而且呢每年还有稳定的 7% 的年化收益率，这将是一个多么惬意的事儿。另外，你还知道哪位名人在伊斯坦布尔拥有酒店吗？他就是唐纳德·川普。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伊斯坦布尔拥有自己的豪华地产川普大楼，
各位有机会来到伊斯坦布尔，也可以目睹它的风采。好了，今天的节目我就向各位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对伊斯坦布尔喜来登5星级酒店公寓感兴趣，请通过侧面的联系方式跟我取得联系。我们的团队和律所会为你提供从购买房产到全家申请土耳其护照的全套服务。我和 Bbro 会一起给你出谋划策，为你提供准确和有指导性的底层身份架构的规划。欢迎你点赞、订阅、转发我的节目。最后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不错过任何一期的更新。我是 William，我们下次见。